필리핀식당입니까? 大家好呀，我是阿林。人们常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其实在喀什地区还有一座充满西域风情的古老小城莎车。有种说法来描述莎车，中华上下5000年，莎车就有3000年，比喀什古城还要早1000年。事实的确如此，作为西汉时期西域36国之一，莎车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这里的居民超过95%是维吾尔族，老城中依然生活着很多当地人，还保留着很多旧建筑和老店铺，比打造漂亮的喀什古城更接地气。慢慢也流传开另一个说法，莎车是20年前的喀什。如果说喀什古城有迷人的风貌，那莎车的风情则更纯粹。接下来我们一起逛逛这里的老城市集，走入莎车的浓郁南疆风情。莎车老城并没有明显的边界，穿过公园就算走入了老城的街道。傍晚时分，这里的街头商铺开始热闹起来，摆地摊的也多。聚集在这一带的流动小摊，渐渐地形成了当地的小市集。这其中有商贩，也有不少是带着自家的东西过来摆摊的。几把韭菜，几盒桑葚，就是今天生意的全部。您好，请问这个哈密瓜怎么卖的哈密瓜7块。？7块。啊。哦，您说这个瓜叫土尔班达，不叫哈密瓜。土尔班达几个帮一下吗？哦。太好。哦，这个是很甜。来不能。哦，这种绿色的是哈密瓜是吧？啊，这个3级的。这个叫哈密瓜。哦，这个没有这个甜。啊，甜的可以哈。哦，这样，好，谢谢您。您好，我可以拍一下那个吗？啊，谢谢。哇，这个桑葚好大呀！这个多少钱一盒呀？这个8块钱，8块钱，5块钱哦。这个紫色的更甜吗？都甜哦。这个也甜的，也甜的。不一样哦。我们在路上见到过这种白色的树。哦，谢谢您啊。这种白桑葚极甜，非常非常可口，因为熟透的果实很软，清洗的时候要很小心。南疆的桑树很多，在街头就常能见到。如果去到小街小巷子，彩色的大门前也常会有一棵粗粗的桑树，硕大的白桑葚无人采摘，掉得满地都是。您好，请问这个怎么卖的？土豆1公斤3块。3块1公斤。啊，西红柿也是吗？一样的。哦。请问这个蔬菜是这边种的吗？不是，那是哪儿运来的呀？那个啥车查尔巴干。查尔巴干。啊，对。也是新疆吗？对，那个我啥车的，啥车村的那个。哦，下面村子里的。对。哦，谢谢您啊。
505 koy, 1 kilosi 10 koy. İncin şınzı 5 koy, İgucin 10 koy. Ma 105 koy, 1 kilosi 10 koy. İncin şınzı 5 koy, İgucin 10 koy. Ma 105 koy, 1 kilosi 10 koy. İncin şınzı 5 koy, İgucin 10 koy. Ma 105 koy, 1 kilosi 10 koy. İncin şınzı 5 koy, İgucin 10 koy. Ma 105 koy, Başka akşam güzel kattınız mı? Ha. Yazma kaçta bir oldu?您好，我可以拍一下吗？哦，谢谢。馕是新疆的主食，就好比内地的馒头、烧饼。新疆的馕通过变化外形、添加的辅料不同，能做出很多品种。这家店铺就不少。最好吃的馕是刚刚出炉之时，馕不怕风干，本身含的水分就少，为了能长久保存。刚烤出来的馕外面一层又脆又香。一般刚刚做出来的馕摆在桌子上卖，不需要任何遮盖，或者简单的用布盖一下，放进塑料袋封住，反而馕会变得软塌塌，失去口感。那么那边穿。您好，我可以拍一下这个吗？啊，谢谢啊。制作酸奶并不复杂，好多家里都可以自制。每天新挤的牛奶倒入锅中煮沸，盛出来放到一个个的小碗中，加入酸奶引子，静置发酵。之后就做成了眼前这些塑料小碗中的酸奶了。这种也是馕是吗？玉米馕哦，多少钱一个呀？一个3块钱哦，谢谢您。玉米馕看起来有点像内地的玉米面馍馍，不过没有那么厚实，吃起来也更脆硬一些。玉米面和好之后不需要醒发，直接放到馕坑里烤制。牛羊多的地方一般酸奶也多，而且多为手工制作，像是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也常能看到手工老酸奶，在新疆也是一样。对于酸奶，新疆还有2种超受欢迎的小吃，一个是酸奶刨冰，另外一个是蜂蜜酸奶粽子。质地浓稠的手工酸奶单吃有些酸，制成这2种小吃，其中会加入糖浆，别有一番风味。
在市集上，我问了一下菜价，并不高。虽然在县城，蔬菜价格和乡村巴扎上差不多。相较于内地，这里蔬菜种类不是特别多，都是当地饮食习惯常吃的，像是西红柿、辣椒、土豆、洋葱、胡萝卜，常会出现在之前分享过的新疆美食中，比如手抓饭和大盘鸡。请问这个菜怎么卖的呀？一把子1块。哦，生的，现在的那种。哦，这个叫什么名字啊？这个菜？这个叫什么呀？生的。听不懂？听不懂了。听不懂。哦，谢谢您。新疆地区有大片的棉花种植，在这里，棉籽油是常用的食用油之一。中国地域辽阔，造就了各地饮食差异不小。比如在食用油方面，东北大豆油居多，川菜则多用菜籽油。常听到的是新疆盛产瓜果，其实这里的大米和小麦也有不少是产自新疆。之前分享过和田农村，地里都是麦子。至于水稻，新疆也有几大产区，分别在乌鲁木齐、阿克苏和伊犁。在新疆，大名鼎鼎的东北大米或许不是最佳选择。新疆的饮食不像是在内地常为炒菜配米饭，米饭的口感上以香糯为好。这里比如最常见的手抓饭，讲究的是粒粒分明，所以在大米的选择上以长粒米居多，需要久煮不易粘连，又有弹性。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留意，
卖馕的店铺有好多都叫做营养馕店。在馕慢慢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不局限于最初为了填饱肚子，混入其他原料，让馕在口感和种类上丰富了许多，营养美味也渐渐成了馕的招牌。这种外形像甜甜圈的是馕，做成大瓣花朵形状的也是馕，其中加入核桃或玫瑰的还是馕。在新疆，馕的种类有上百种。来到南疆刹车，有一家烟熏火燎的老茶馆是必去拜访的，新团结茶叶店，光听这店名就带着历史感。进入茶店，感觉时光一下子回到了上个世纪。这里一壶茶1块钱，一个煮鸡蛋1块钱，一个馕也是1块钱，没有二维码，只收现金。围火煮茶，烧水煮蛋，熏黑的墙壁，老式电视机，这里的一切都很慢。老板默默地忙碌，维族客人们慢慢地掰着馕，就着茶水，一边吃茶一边看电视。老式电视机里播放着维语节目。夏日的南疆本就炎热，生着火的茶店里更让人觉得炙烤。可这些老顾客们悠然自得，一坐就是大半天。这里是真正的南疆风情，人文烟火。走在刹车的老城街上，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街头店铺的名字被译成汉语的名字，真诚又有趣。这也算是一处别致的南疆街景。请问这个怎么卖的呀？听不懂。
傍晚的街头烧烤店开始生火，为晚上的生意做准备。这里的烤架也独具特色，长长的炉子在一头有个像烟囱一样的空间，用来燃烧木头，形成一个小火炉，用来搭配烤肉。馕是必须准备的，烤馕别有一番风味。这里的肉串虽然看上去不那么精致，但都是当天新鲜的羊肉。除了烤肉之外，这里常用来烧烤的还有羊腰、羊蛋、羊肝子、羊喉管。您好，我可以拍一下吗？谢谢。你上几年级了呀？2年级。哦，嘿嘿，你好可爱呀。请问这个多少钱一个呀？2块。哦，这种小的呢？1块。哦，谢谢啊。
我可以拍个照吗？啊，谢谢。啊。这个是哈密瓜的种子哦。嗯，哈密瓜好，很甜。谢谢您啊。ما تبتلي مشتكي طب شو شلون Bir kilo yağıyor, bir köy, yağıyor'nun bir kilosu bir köyde satılır. Bir kilo yağıyor, bir köy, yağıyor'nun bir kilosu bir köyde satılır. Bir kilo yağıyor, bir köy, yağıyor'nun bir kilosu bir köyde
在内地，老店的名字常有老字号、祖传等字样，而在新疆取而代之的是爷爷的爷爷或爷爷的爸爸。在沙车和喀什、老城中都有这样的古老烤包子店，非常直白地表达其背后却是传承下来的美味。维药指的就是维吾尔族医药。如今这条街上专卖民间草药，还有养生花茶，其中穿插着还有一些干果小食店。公元前400多年前，塔里木河流域有药书编著，其中记录了300多种草药、动物药、矿物药的药性及治疗功效。维族医药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早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就已形成古代维族祖先的医药学基本理论，认为整个自然界以至整个宇宙的基础是由火、气、水、土4要素构成。这一4要素学说先后成为古希腊、阿拉伯医学和中亚医药学的基本理论。कोई हाल मस्त कोई चाल 他现在几岁了呀？8个月，哇，好小啊！老城街上，这附近集中着几家饭店，经营的年头都不短。
这家主打馕坑烤肉，这是在南疆很常见的烤肉。虽然都是烤肉，但无论在口感还是味道上都不同于炭火烤的肉串儿。馕坑烤肉，肉串儿要立靠在馕坑内壁上，利用馕坑火的热度将肉烤熟。放入馕坑前，肉串儿还要涂上一层面糊，因此烤出来颜色焦黄，肉嫩多汁。新疆的烤肉从来都不愁卖，通常选用羊腿肉，当天现穿现烤现卖。每个肉串儿无论大小都会有1-2块羊尾油来增加烧烤时的油脂。所谓羊尾油，就是圆滚滚的羊屁股部分了。这里还挂着今天现宰的半只羊。正说着烤肉，饭店的后厨忽然跑出几只羊，它们一颠一颠的羊屁股就是刚刚说到的羊尾油了。胆水，这是在为烤包子做准备。制作新疆烤包子也常常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包子外皮不用发面，而是用硬面，包入肥瘦相间的羊肉馅儿，其中还有切碎的洋葱，四边折叠就成了包子，贴到馕坑内壁上进行烤制。烤包子的关键在于对温度的掌控，大量胆盐水用来调节馕坑内的温度，之后要盖上好几层厚毯子封住馕坑口，让包子在热力的作用下均匀的熟透。随着温度逐渐再次升高，最终烤包子的外皮形成金黄又脆硬的外壳。吃烤包子的时候，也不同于平常的包子一口咬下去，要先清理包子底部沾到馕坑壁上的一些颗粒，之后再剥开慢慢享用。这家乐器店名叫做穆卡姆家乡，指的正是刹车。穆卡姆是阿拉伯语，意为乐章。常说的12穆卡姆指的是12套大型音乐套曲。穆卡姆是维吾尔族诗歌的音乐表达形式。之前在公园中看到的塑像阿曼尼沙汗，她是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王妃，同时也是诗人、音乐家，对当时失散的穆卡姆进行收集和整理。刹车作为叶尔羌汗国的都城，因此被誉为穆卡姆之乡。
街头这些非常精美的器皿，通常在维吾尔族家庭里都会备上几套。每逢重大节日或喜庆的日子，比如古尔邦节或者婚礼，都会使用这些漂亮的用具盛装食物。材质上大部分是塑料的，也有玻璃制品。马肉我还是第一次吃，味道怎么形容呢？不仅仅是不好吃，而是有一股奇怪的骚味。而且马肉的价格还不便宜，每公斤要150元。黄色大块的是面肺子，它的搭档是米肠子。如果看过之前分享的其他新疆美食，一定会对他们这对组合很熟悉。羊肠和羊肺中分别灌入米和面浆蒸熟，5元一份是很便宜的街头小吃。
切块之后加一些调味料汁。这边小吃摊上卖的是羊蹄、羊杂，当然还有最常见的米肠子、面肺子。在新疆街头，除了羊肉类的小吃，有时候还能看到炸鱼。不过相较内地，这里的做法就显得单一了一些，味道上也比较普通。新疆街头的石榴汁非常多，价格基本都是5元、10元，最大瓶的20元。新疆产石榴，而且石榴的保存期可以很久，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去新疆都可以喝到石榴汁。这里的石榴汁是带皮压榨，所以果汁会稍有涩涩的味道。是用后面那个机器弄的吗？现在不弄，这个样子弄到这个。哦，这样。把它压碎啊，压出汁。哦，这样，谢谢。地处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沙车老城，如同一块埋在沙中的宝石，闪耀着纯正浓郁的西域风情。这里有着对于古老西域的所有想象，沙车能给人留下穿越岁月的记忆。好啦，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